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前阵子电影《消失的她》非常火，但这个电影并不是虚构的，而是根据王暖暖的亲身经历改编的，并且现实中的故事更加残忍。今天我们聊的是泰国孕妇坠崖案。2019年6月9日凌晨5点，31岁的王暖暖和老公于东来到了乌恩府的帕登公园，这里的悬崖被定义为泰国日出的标准时间点，据称在这里能够迎来第一缕曙光，是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。然而这并不是于东带暖暖爬的第一座山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于东突然对爬山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，他带暖暖所有去的地方都是国家公园，地广人稀，找不到一个人，找不到摄像头，就是全是自然风光的那种。那这次来到了乌恩府看日出，同行的有10多个泰国人。看完日出之后，其他人陆续返回了停车场，而于东则提出要带王暖暖继续往前走，说前面有3000年前的古人类壁画可以看。其实在这次旅行不久之前，于东曾经问过暖暖，问他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。那王暖暖觉得自己事业家庭双丰收，肚子里还有3个半月大的宝宝，生活很幸福，就回答说自己没有任何遗憾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才让王暖暖明白，原来老公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在给她说出临别遗言的机会。两个人走到了公园的边界处，来到一个几乎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偏僻角落。王暖暖发现这里并没有于东说的壁画，那两个人就转身往回走。因为去的时候是于东在前，所以转身之后就变成了王暖暖在前，于东就紧跟在他身后，并且离得越来越近。突然于东猛地靠近，先是在王暖暖的脸上亲吻了一下，随后凑近他耳朵，清晰地说了3个字：去死吧。王暖暖来不及回头，背后就突然受到一股向前的推力，伴随着尖叫声坠向了悬崖的深处。悬崖高34米，但神奇的是因为几棵树的缓冲作用，王暖暖并没有死。在她醒来后的一瞬间，剧烈的疼痛感瞬间袭来，她看到自己全身都是血，很多地方开放性骨折，甚至有些骨头已经从身体里支出来了。她一动也不能动。她回忆了自己坠崖的地点，几乎是超出了公园的范围，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区域，能有人经过的几率几乎为0。那她尝试喊了几声救命，血从嘴里出来，往嗓子里倒灌，那只有嘴在动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就这样，王暖暖躺在异国他乡的荒山野岭中，带着一身碎掉的骨头，祈祷着自己最好因为失血过多慢慢死去，而不是在天黑之后被狼吃掉。直到他仿佛听见了有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近。关于救他这个人有很多难以置信的地方。首先，救他的人自称是迷路走到这里发现了他，但是王暖暖坠崖的地方叫乌恩府，在边境线上，地广人稀，除了游客几乎没有居民会来到这里，并且王暖暖坠崖的地方是帕登悬崖的崖底，这里已经超过了景区的管理范围，就算迷路也不会走到这里。那所以他想不通这位救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。第二，王暖暖是在被推下悬崖之后1个小时左右被发现的，而这个时间也正好是救援的黄金时间，也就是说这位游客刚好在他追了1个小时之后迷路，并正好走到这里救了他，十分巧合。第三，神秘游客在帮他报警之后就人间消失了，再也没有找到。那包括后来有很多媒体报道，警察也帮忙寻人，但就是找不到这个人。因为来这个景区的人都是自驾，所以王暖暖也去特意查了景区的监控和车牌登记记录，也没有查到神秘游客的任何痕迹。这个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。后来当地很多信佛的泰国人跟王暖暖说，也许是四面佛或者是3神在暗中相助，也有人说是他肚子里的宝宝在保护他。那随后救援队很快赶到现场，把他送到了医院。但是王暖暖并没有脱离危险，因为第一个赶到病房的人正是她的丈夫于东。王暖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于东已经等在那里了。他故意把声调提高了很多，大喊：老婆，你去哪里了？我怎么也找不到你，我都急死了。那王暖暖瞬间情绪失控，他有1万句话想说，但是气若游丝，用尽了全身力气挤出了一句：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于东快步走到他身边，盯着王暖暖，恶狠狠地威胁道：你给我闭嘴，别乱叫，这里没有人能听懂中文，敢乱说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那王暖暖立刻闭了嘴，随后他则被推进去进行抢救。在抢救结束之后，王暖暖被安排在了 ICU 重症监护室，这里没有监控，是一个单独的密闭房间，而这个房间除了王暖暖只有于东。因为泰国警方和旅游局都十分重视这次事故，
所以于东不敢轻举妄动，但是他一直不吃不睡的，时刻监视王暖暖，就怕他讲出事情的真相。经历了一夜的思考之后，于东愈发觉得不安，他突然变得暴躁，向医院提出出院申请。在被驳回之后，他回到病房，拔掉了所有维持王暖暖生命体征的设备，推着床就往外硬闯。他对挡在前面的医生大喊，说自己可以签免责条款，自己有权为妻子的生命负全部责任，但是最终没有成功。王暖暖被医护人员推回了原位。因为王暖暖终于恢复了一点点，警方赶到现场为他做笔录。于东全程在旁边监视。当警方问为什么掉下去的时候，于东死死地盯着他。迫于压力，王暖暖告诉警察是自己头晕摔下去的。警方走后，王暖暖觉得整个世界都只剩黑色。王暖暖的伤很重，根本没办法动，也拿不了手机。最终在他多次求饶和失落下，于东同意让他一个朋友过来照顾他。这个朋友连夜从中国赶来，并且在暗中对房间里进行了录音，秘密地取得了王暖暖和于东的交谈记录。在这段对话中，于东承认是自己将他推下悬崖，而这段录音也成为了最珍贵的唯一证据。因为王暖暖的配合度始终很高，于东终于放下了警惕，第一次离开病房去买早饭。而非常巧的是，在他离开的短暂时间内，主治医生进入了房间，对王暖暖问诊。暖暖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，把一切都告诉了医生。这一天，王暖暖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，也就是从一个密闭空间转到了公共开放场所，这对他很有利。他找准机会偷偷报了警，很快警察就来到了现场，穿着便装，并且全程避开于东，趁着他不在的时候去给王暖暖做笔录，断断续续的做了一整天才完成。离开的时候，警察说会以最快的速度申请逮捕令。从昨天警方离开的那一刻开始，王暖暖一秒一秒的期待着度日如年，一直等到第7天的中午，病房里突然闯进一群人，乌文府警长亲自带队，直接将于东反手压制，戴上手铐。在这一秒，王暖暖她终于感觉自己活了下来。王暖暖说，出事后婆婆来过一次，也就是于东的妈妈，她不但没有表达任何歉意，而且还要求王暖暖改口供，让她说是自己掉下去的。在王暖暖明确拒绝后，婆婆又说，就算把你推下去了，你又没死，养养就好了，帮我儿子圆个谎，给他一个机会又怎么了？那后来婆婆甚至说，儿子之所以做下这件事，都怪身上那个邪恶的佛头纹身，因为膝盖粉碎、胯骨粉碎、大腿骨粉碎、肱足受损、手臂骨折、右眼挫伤。王暖暖全身多个器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，她全身上下打了90颗钢钉，抢救了10天才算脱离危险。那随后就是漫长的恢复期，有多漫长呢？直到3年之后，她仍然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哪怕是经历了8次手术，她仍然在努力地适应着被重组的身体。那她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站起来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长期的用药，腹中的孩子也去了另一个世界。直到2023年的春节，事情已经过去了3年半，王暖暖终于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她重新站了起来。这4年，王暖暖在治疗和康复训练的同时，还要跟于东打官司。2020年3月，也就是案发的10个月后，于东一审被泰国法院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又过了13个月，也就是2021年，2审认为于东不构成蓄意杀人罪，属于故意杀人未遂，改判为10年。2023年6月，该案的3审判决结果公布，被告于东被判处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。这个结果是终审结果。那对于王暖暖来说，4年的磨难也终于有了句号。但是比较离谱的是，泰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结束刑事程序才能开始民事程序，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跟于东离婚。2个人还是名义上的夫妻。如今案件终于结束，他接下来就会进行离婚的民事诉讼。有很多人问王暖暖说，你还相信爱情吗？你还敢结婚吗？王暖暖回答说，自己对爱情并没有失望，爱情是美好的，错的不是爱情，而是于东这个人。所以王暖暖仍然期待着真正的爱情。前一阵网上流传命运的齿轮的视频，那王暖暖也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拍摄于2019年6月8日。丈夫说带我去看最美的日出，此时距离我被推下悬崖还有不到20个小时。重生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其实对于王暖暖而言，在她被于东盯上作为猎物的那一刻开始，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转动，就像消失的她中的何非一样，最终一步一步的把妻子和未出生的宝宝关进了深海的笼子中。而在王暖暖身上，最让人敬佩的是永远打不死的精神，因为奇迹不会自己出现，哪怕跌落无人的崖底
浑身粉碎，一样可以逆风翻盘。王暖暖说自己无数次想过放弃，但是这对不起自己的第二次生命。她也做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，把故事讲给大家听，希望自己的经历能鼓舞那些在逆境中迷茫的人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泰国孕妇坠崖案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